我刚拿到它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这也太像小棕瓶了吧！里面的成分也有增强保湿屏障，有修复的能力。我们今天来对比一下新出的 Fresh 火山茶精华，到底有什么黑科技可以和小棕瓶媲美 ？Fresh 更适合什么人群？更适合什么肤质？Hello， 大家，我是穆迪，欢迎回来我频道，和我一起科学护肤，理性种草。新上市的 Fresh 火山茶精华 Tea Elixir Serum， 我刚收到的时候真的非常兴奋，因为我很喜欢绿茶。我说的是绿茶放在我们的脸上。那绿茶的成分好处多多，减少紫外线对我们的伤害，同时它还有一定的控油的能力。像油痘肌啊，可以稳定你的痘痘，有抗炎抗菌的效果。而且绿茶它不像其他特别强效的 active， 它不会容易和其他成分打架，它是一个很温和的帮助你改善肤质的成分。那这款新的 Tea Elixir 呢，它用的不仅仅是绿茶提取，也就我们说的茶多酚，它自己有一个核心的专利成分叫 APT Adaptive Photo Compound Tea， 翻译过来是适应性植物复合茶。听这个名字，适应性，它可以适应你的皮肤，除了抗氧化，还有强韧皮肤的功效。因为它是一个专利的成分嘛，他们这个工艺是一个专业的提取的工艺，所以他们的科学文献呢也是他们公司提供的。主要讲的是他们提取出来这个 APT 适应性复合茶，它里面包括了柠檬酸盐和茶多酚，让它们两者共同发挥作用。其中的柠檬酸盐呢，说可以改善皮肤的弹性，增强皮肤保湿屏障。像皮肤细胞的生物能量系统，它在源源不断的提供能量。那多酚呢，是我们熟知的抗氧化、抵抗氧化损伤，所以它这个复合物说是在理想状态下可以减少皱纹，改善皮肤纹理，让皮肤更加的光滑。它真正这个能量来源系统，还有这个 APT 有多大的功效呢？还是在一个初步阶段吧，我们还未得知，也没有太多的数据去支持。但是因为它有这个专利系统，这瓶精华的价格一下子就上去了。目前我看到的价格是和小棕瓶一模一样的。北美这边的价格是30毫升80刀，50毫升110刀。可以说它的定位、它的包装、它所宣称的可以改变的这些对皮肤有益的成分，都想和雅诗兰黛竞争一下的。那我们来看看它里面除了刚才的 APT 植物复合茶还有什么呢？它有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，一直会在我护肤品中出现的成分烟酰胺维生素 B3。 不管它刚才说的 APT 的复合茶到底有没有效果，就光烟酰胺的成分，如果它加的量足够的话，就比较合适的话，它是可以改善毛孔的细致度，也可以减少纹路的。至于增强皮肤屏障这个部分呢，它还加入了神经酰胺，存在于我们角质层里面的成分。我们角质层50%的脂质都是神经酰胺 ceramides， 它对我们皮肤的补水性还有锁水性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没有它们的话，我们皮肤表层的水分很快会蒸发掉。它加入这个成分也会让你感受到它的保湿力，并且还有玻尿酸、透明质酸，强效保湿之后，你的纹路也会变得比较平滑。所以它整个的核心成分，它的配方还是比较深得我心的。我刚刚看到它官方的宣称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成分，我就觉得很适合我们这种皮肤容易出状况的人。它上脸那一刻，你会感受到很清新、很清爽的茶香，然后它的保湿力也很好，乳白色的质地好像稀释了的酸奶一样。它并不是那种透明一下子就吸收的那种基底液，我感觉都有点像 CeraVe 的 PM， 很轻薄很清爽的那种乳液。目前我只用了1周嘛，但我感觉它对我皮肤的维稳还是蛮不错的，就皮肤没有长新的痘痘，也可以稍微舒缓脸颊的泛红。我会希望它更清爽一点，因为现在我们加州这段时间非常的热，很闷的天气，那它算有一定的保湿力的。如果晨间的话，我不用后续的乳液，用它也是很够的。
那皮肤确实是很光滑、很舒服嘛，但是减少皱纹这种事情呢，你是一定要坚持用的。用一瓶可能都看不见效果，因为我感觉它用的还蛮快的，这30毫升我估计用不了2个月。那你皮肤的新陈代谢周期是28天到42天嘛，你不用6周以上，你是看不见什么效果的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跟你们说护肤品一定要坚持，不要说用完1周好像皮肤没有什么变化就不用了。再来说和它 PK 的雅诗兰黛，在成分上还有整体配方上有什么区别呢？到底能不能达到小棕瓶的效果呢？小棕瓶3个关键字：修复、维稳、抗衰，这也是它在护肤品界中屹立不倒的原因。维稳你皮肤的状态真的一绝，它里面没有 A 酸，没有 AHA， 没有 A 醇，主要也用的是它的专利成分2列酵母的发酵产物，用这个成分去达到皮肤一个微生态的平衡。听起来好像在皮肤上搞生物研究一样。我们皮肤上其实是有很多看不见的细菌的，真菌包括有益菌和有害菌。那你当菌群菌落不平衡的时候，皮肤就会发生各种问题。比如说金黄色葡萄球菌多了的时候，你皮肤就容易发生湿疹。痤疮杆菌呢也可以引起痘痘。小棕瓶它里面添加这个主要成分呢，主要是一种益生元，它是益生菌的一种食物，可以这么理解。它可以促进你皮肤这个生态的平衡，改善你皮肤菌群的多样性，不会某一个细菌特别多，繁殖特别快，也不会说某一个有益菌特别少。它用这种成分呢来调节皮肤自身的保护和修复能力，所谓的我们 DNA 修复功能，可能没有说那么神奇啊，但是它确实让你皮肤变得很健康，自然而然抗氧化修复能力就更好了。小棕瓶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成分，也是他们的专利，叫3肽。它是说希望你的皮肤白天也可以像夜晚一样调节皮肤的生物钟，晚上也可以修复受损细胞，非常适合熬夜啊、作息不规律啊、皮肤属于亚健康状态的那群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用完小棕瓶觉得皮肤非常的稳定，好像熬夜之后第2天脸都不会蜡黄。再说小棕瓶的质地和 Fresh 也是蛮像的，它是那种偏乳液的感觉，是淡黄色的蛋清质地。有些人觉得小棕瓶不是那种很快吸收的嘛，那其实不是所有的护肤品都需要吸收才起作用的，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基底液嘛，反而吸收太快的，你需要考虑一下它是不是添加太多的酒精了。这种促渗的效果呢，可能对敏感肌也不是首选，所以不一定吸收太快才是最好的。这2个精华最后总结一下，我个人觉得 Fresh 更适合轻熟龄，你皮肤更需要一些抗氧化成分的，对抗白天的紫外线，然后添加烟酰可以帮助你缩小毛孔，让皮肤看着更加匀净。烟酰本身有一点亮白的效果嘛。小棕瓶的地位呢还是在那里，妈妈们会被这种修复 DNA 损伤所吸引，可能会更偏向小棕瓶一点。而且平常用小棕瓶啊，你也可以搭配你喜欢的视黄醇，加强对抗细纹的能力。或者你这2个都用的话，你可以早上用 Fresh， 它跟你的防晒霜搭配会更好，让你的抗氧化力、对抗自由基这一点可以更上一层楼。然后晚上继续用你的小棕瓶进行修复。还有一点我要说的是 Fresh 这个不是完全无香的，它里面是添加一点点的香精的。我不太确定它现在闻到的这个茶味是香精味还是本身它的 APT 的提取，因为这个味道还是蛮浓的，这一点敏感肌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成分大解析。新品的 Fresh 到底有没有打动你呢？它的成分是不是你正好需要的呢？把你的想法可以写在评论栏告诉大家，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给我留言。谢谢大家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。